比特币这波上涨会涨到哪里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比特币针对我们上一个区间做了突破，也就是大概在55000一直到上方72000左右的区间。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我们在过去呢，其实也有出现过非常雷同类似的突破行情的。就在我们之前25000到3万的这个区间震荡，你可以发现啊，当时我们做突破之后呢，一路就走得非常顺畅。如果我们观察筹码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突破之前，我们下方累积的这个箱体，它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筹码交换。那筹码交换充分之后呢，它往上的上涨就会变得非常猛烈。而且，其实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有这种筹码交换啊，充分的筹码交换，它可以让这些筹码呢，旧的换成新的。然后我们后续的上涨它就会更猛烈。你可以发现从筹码的观念解释就是，如果我们有一定的筹码区间，那只要这个筹码区间被突破了，我们往上这个平衡被打破之后，这个趋势就可以走得越远了。一旦我们在这里换手的越充分，震荡越久，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要做筹码交换呢？如果说我们涨到了6、7万，那还有很多人他是在1、2万、2、3万就买的比特币筹码，那他们非常容易就在后续上涨的过程呢，由于他们已经有巨额的获利，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筹码进行抛售，那这个时候就不利于庄家拉盘，所以庄家最好的状况就是涨幅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呢，然后就进行震荡，让筹码做交换，让很多已经有赚到的人先下车，不要让他们有太多的获利，然后让很多新人来上车。那么在拉盘的过程呢，由于这些新上车的人他们的获利还不是很多，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下车，那这就更有利于庄家的继续拉盘。好，那我们来观察，其实我们在这两个区间震荡的时候呢，上缘都是非常关键的阻力。比如说我们之前大概在3万左右的震荡区间，我们当时的阻力呢就是在3万左右，3万是很重要的互换，这个我相信也不用多做解释。那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阻力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前高的阻力。我们其实这轮牛市呢，最重要就是两个阻力，第一个在3万，第二个就在7万出头左右。那我们可以相比较一下，虽然说这两者呢都是非常强劲的，但是7万呢又要比3万要来的更强劲，因为我们7万呢毕竟是从来没有突破过，我们至少在上一轮牛市还有我们这轮牛市呢都没有突破掉这个区间，但是我们在3万呢，我们是有把这个区间给突破掉过的，所以3万的阻力呢，它绝对没有7万要来的更强劲。那你可以观察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两者之间我们绝对可以去做相互的类比，都是在重要的阻力，都在重要的阻力做了区间震荡，而且呢做了充分的换手之后，然后我们进行突破。你可以观察我们在这个区间呢，我们光震荡的时间呢，它就有大概252天，这是非常非常多的震荡时间。你要看我们当时在2万5到3万的区间呢，它也不过就是震荡200出头天而已它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涨幅。当然了，我们其实从2万5一直到7万4的上涨呢，还要把下面的筹码互换的也给算上去但是我们现在呢，在5万多到7万多左右的震荡，其实这样的筹码交换也绝对是足够了。你可以观察到呢，我们现在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一段上涨的级别或周期呢？你可以观察我们这是在周线我们做的这种周线的突破，我们就应该产生周线级别的上涨。大家可能会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来不及，或者说我们不清楚这波趋势要走到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先把这波上涨的级别呢跟大家说明清楚。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做第一根突破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非常类似，对不对？也就是一根很长的 K 线，然后上下影线很短，量能有爆出来，我们在突破的时候是一定会伴随着量能的，至少在明确突破的那一根它或许只有一根但是一定要有一根。如果说突破的过程都没有产生出有量的话，那你要非常的小心注意。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只是在突破的第二根周线而已。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在突破第二根周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观察到，其实后面还有非常大的一段上涨，毕竟它是周线级别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突破呢，它一样在下方也是出现了非常显著的量能，显著的高于我们过往震荡所产生的量能。那再来，我们现在呢所产生的 K 线呢，也是突破之后的第二根而已。所以我们其实还有大好的上涨呢，正等待着我们正准备。当然，我们过程很有可能会很曲折，它或许会有插针有回调等等的，但是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在周线级别多头已经很明确开始的这种信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目标价位好了，也就是这一波它可能上涨到什么地方？注意哦，我们说的是这一波，不是这轮牛市哦。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在过往呢，如果我们把一个区间震荡做突破的话，在教科书上面或很多人会使用的方式呢，就是测量一个等距。当然呢，我认为这是相当不精确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筹码的因素。通常我们筹码呢，它累积的越多，我们在突破之后，它可以产生的涨幅就越多。那如果我们按照这种箱体1:1的方式的话，其实我认为是非常不够精确的。不过，即使我们用这种最基础的最简单的测量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很随意的轻松到达10万美金的价位。那你更不用说我们在这个区间的震荡时间呢，比我们下方这个区间的时间呢要来得更久，所以我相信它产生的涨幅呢一定会是更大的。那如果我们用级别的概念做说明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走的这种周线的多头趋势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这一段所走的多头趋势，我不是说涨幅会一样但是级别是一样的，它都是这种级别的周线级别的上涨，所以我相信大家会对我们这里所要产生的行情跟我们这里的突破所代表的意义跟后面可以走的距离呢，就可以做相类比了。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连续这么多根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其实我们在做突破的时候我们一旦产生了小的回调、小的震荡、小的插针，这个位置就绝对回不来了。如果说回来的话，那我们要非常怀疑这里突破的有效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这波上涨的时候，你记得这根吗？这根就是川普当选嘛，川普当选，然后我们借机突破但其实我认为消息面呢，它的参考性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第一个我们是没办法预期，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在它要进行突破之前呢，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区间做准备了，所以我们这波多头开始并不是说由于一个消息就会开启一波多头的，并不是。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这波趋势涨上去之后它在中间有进行了一段的调整。虽然说这段调整呢，你可能不认为它是一个调整，只是因为它走得太强了，你可能不认为，可它确实是个调整，没错。它开始有小的下跌。那我们在突破行情出现的时候，不是不能跌，而是说它下跌的时候呢，它绝对不可以放量，然后它的 K 线一定要很短小。那你可以发现，它下跌的力量是完全不足的。不过它也做完了回调，那回调完之后再继续上涨，那我们原本回调的区域呢，也就是77000左右这里就绝对不可以再被回来了。如果再回来的话，那我们就要怀疑这波上涨的有效性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也做了插针我们当时插针到78500，那我们当时最高其实已经到了很接近82000了也就是有4000美金的插针，3000美金3000美金其实也不小那这种插针这个低点也不可以再被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在突破的时候，它很强势所会表现的。那我们可以再往前看比如说我们当时在做突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雷同的这种状况比如说我们当时这里做突破的时候这个突破我相信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只要在一个位置呢，它做好震荡、做好调整之后，这个位置它就绝对不可以再被回来了。那其实后面也是同理就是我们这里有插针但这里回调过就不可以再回来了，回调过突破就不可以再回来了。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它又更经典了，小的回调，这里可能大家都甚至不认为是回调，但是它就是回调，它已经回调完了，它已经休息完了。那回调完之后再往上涨，这里就绝对不可以再被回来，除非这波多头已经稍微告一段落了，那就 OK。还有我们后续呢，比如说像这种插针的位置在趋势结束之前它就不可以再回来。那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现在正在走的上涨呢，其实会有更多的了解。那其实我们这里其实也可以用非常雷同的逻辑去解释对吧？我相信也是相通的，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做突破行情，还有我们这里当时有一条趋势线。那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小观察就是其实我们过往在做这种突破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尤其我们在做 price exploring， 也就是做价格探索，我们到了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区间，这个时候是很难有卖压、很难有阻力的。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大多数的阻力会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套牢盘解套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有人在7万买的比特币，他被套了整整3年那现在他终于解套，他就想卖出，那就会产生阻力。那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这种状况了，因为但凡你买的比特币，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买的，你现在一定是获利的，所以不会有套牢盘解套的状况。那卖出受阻力只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想有些人可能会提前获利了，大家觉得说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赚够了，或者说大家不想要他可能不想要待到最疯狂的时候然后才卖出，他即使损失后面的利润，他也要在现在就出场。但这种人呢，毕竟不会是多数，所以我们现在一定会走出一段它阻力非常小的行情。毕竟我们在做这种价格探索，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万的时候呢，我们所做的这个价格探索它一旦突破前高，一旦明确的突破就不会再回来了。像我们6万9突破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这个区间的这个阻力的区间那我们当时在7万4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在同一个阻力的区间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突破之后从来没有再回来过，没有，除非我们熊市。那我们价格探索的时候呢，也是涨得非常顺畅，而且很猛的它真的没有什么回调好，那大家可能会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复盘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再往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17年的时候突破，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尤其我们在突破前高之后呢，它甚至加速，而且没有再回来，而且我们走势就是非常的猛烈，我们在过去都可以发现这种状况那如果你对现在的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这也是有时效性的。然后 Rubex 现在是用户保赔100U，也就是你赚的是你的，那亏的只要在100U 以内呢，它都会赔付给你。那这两个活动算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如果你要做交易的话。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CME 缺口。在上周很多人都谈到 CME 缺口因为我们上涨呢，其实我们是从周日就开始上涨周日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我们当时从大概7万5、7万6那个位置直接上涨到8万左右。那当然现在要更进一步了。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 CME 缺口呢，其实小的缺口并不是很重要，也就是小级别的，就可能那种1小时这种真的不是太重要。但我认为日线还有周线的缺口呢，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做观察的。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过往的行情呢，不论是震荡或趋势只要是有一定级别的日线或周线，它大多数时候都会回补的，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时，你看我们从这两年来我们产生了多少次周末，这些周末都没有留下缺口所以留下缺口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行为，绝对不是的。你看我们周线上还有我们日线上，它缺口从我们这2年的行情这2年的上涨就2次而已。我们走过多少个周末一年有52周嘛，等于我们104周的周末我们都没有产生缺口，就2个，104周里面就是2个缺口而已。所以它其实很值得我们做观察，也很可以在我们做交易的时候提供指导。但我认为呢，我们这个缺口基本上要补的机会很低了，它很难补了，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有提到嘛，我们会不会补看就是周一，如果周一开始回落，那我认为缺口补的几率极大极高，而且回补缺口并不是说什么它在很久之后要补并不是它会补都是在1天内、3天内、1个礼拜内就会补，就是下周出现之前它就会把它补起来，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这里产生的缺口之后我们周一的行情是放量上涨，甚至我们昨天的量能是比川普当选那天还要更大的然后涨幅对不对？你可以发现非常的猛烈。那既然我们延续了我们前面的多头，我们周一直接延续了多头，我认为要补的几率就很低了。那除非我们后续有什么回调，不过它也不会是近期的事情或许你说几个月后甚至我们到熊市的时候补，那这个其实对于缺口的指导价值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对，而且呢，我们再说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现在留下缺口，它其实就是走趋势行情，我们只可能在很强烈的趋势的时候留下了缺口，只有可能在很强烈的趋势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其实是符合这种状况的。那再来，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正做了前高的突破，对不对？突破了一个震荡区间，然后做了前高的突破。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整整4年前我们就在相同的类似的地方，我们留下了缺口。我们在这里呢有一条趋势线，对不对？突破了，那这里就留下缺口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一样在很雷同的位置对不对？突破之后，然后留下缺口。我们在整整4年前，我们就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还有甚至呢，我们在突破前高的时候，
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我们也留下了缺口，大概在2万左右了。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们可以把行情直接退回去，大家就可以看清楚。OK， 退回去，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当时在这些位置留下的缺口，就是突破前高、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还有后续的上涨过程当中，由于真的太强势了，所以留下了缺口。那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吗？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